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Panda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是我们百万挑战的第3集。我们今天来到台中的 S-King 参加一场3400的限时锦标赛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第一手牌盲注级别100、200，起始筹码5万。我在 Low 券看到 K10 同花 raise 到600， High 券小盲大盲都选择跟注。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4、8、9两张红心。这个翻牌对我们的手牌非常好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同花听牌了。在我还没动作的时候呢，大盲这边跳出来打了1000。那面对他这个注呢，我这边就是在考虑要选择跟注还是加注。那其实这边如果我去选择加注的话，我的价值范围其实并不是太多，能代表的就只有2对跟 set 而已。那但是我的 range 有很多 too high card， 甚至很多超对都不会去 raise 它。然后我后面还有2个对手，所以我选择跟注。在我跟注了以后呢，High 券跟小盲都选择弃牌。我们2家一起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一张梅花2，大盲这边过牌了。那他过牌了以后，我就觉得他不会有2对以上那么大的牌了。大部分 flop dunk 的 range 大概就是一些听牌，或者是一个顶对 kicker 没有太好，所以我决定这边给他施加压力。我在4400的底池下注3000，大盲想了一下，选择跟注。合牌来了一张黑桃6，在大盲过牌了以后呢，我就在考虑要不要炸胡了。如果他的手牌有一张9的话呢，我觉得我是很难偷得过的。那如果他翻牌是一些听牌的部分的话呢，那当然打得掉。可是我的手牌又挡掉他很多听牌的可能性，然后我的那一张10又挡掉他一些可以买顺子的组合，然后我2张牌都挡掉他同花的组合。那我觉得如果因为我 turn 打得还蛮重的，他还跟得动的话呢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有一张9，所以我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我决定选择放弃过牌了。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对手开了一个7、8欧，也就是他翻牌 dunk 出来是一个中对子。OK， 我们输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 cut off raise 1200，我在大盲看到 AQ 同花 3 倍到5000， cut off 跟注，我们2家看到翻牌。翻牌来了 JK5 Rainbow， 我选择下了一个小注2500 ，cut off 跟注。转牌来了梅花 A， 那我觉得在一个 3 倍 par， 我的 AQ 好像没有3枪的价值。那我这边 check 的话呢，他可能有 K 或有 J 比较愿意支付我合牌的那一枪。如果现在打的话，他有可能就走掉了。那我过牌还有一个好处是，也可以让他有一个表演的空间。他有可能是一些，例如说 flopper 的7788先 flow 一发，因为我打得很小嘛。然后转牌看我过牌了，他就想要攻击我，也可能会有这些好处。所以我想了一下，最后选择过牌，然后 cut off 也过牌。合牌来了梅花8，虽然这个后门花是到了，但是我并不是太担心，因为梅花 A 在台面上了，所以它有那个同花的可能性就变少很多了。然后我这边还是要去拿价值，有时候这边去打的话呢，它的 K 就比较愿意去支付了，所以我最后打了一个差不多半池左右的7000。那 cut off 想了一下以后呢，选择跟注。那我打开我的手牌，我是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 UTG Low 券 Limp 200 Cut off raise 到900，我在 button 看到了76同花 3 倍到3000， UTG 跟 Low 券弃牌 Cut off 跟注，我们2家一起看到翻牌。
翻牌来了430 Rainbow，我在这边有一个 Gasha 可以买，所以我选择在这边持续下注了2500，Cut off 选择跟注。转牌来了一张黑桃 A，那这张 A 非常符合我们番前攻击者的一个范围。那对手的手牌，例如说他是7788，还是像 KQ 带后门花的，其实都不会很喜欢这一张牌。所以我选择继续给对手压力，我下注了大概半池左右的6000，结果 Cut off 响了一段时间后，竟然 Check Raise 到15000。那通常对手顶着你的范围还可以再加注回来，他的牌都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们只能遗憾离场，放弃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盲注级别200、300，UTG Raise 1200，Hijack Cut off 跟注。我在小盲看到德州最好的起手牌 AA， 这边我选择 Raise 到7500，UTG 跟注7500，其他玩家都盖牌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。翻牌来了 J2A Rainbow，我这个 AA 中到顶 set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玩了。如果按照理论平衡来讲的话，这边应该是一个全范围的小注，但是我觉得这边过牌可能会让对手犯了一些错误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们的后手都不太多了，我们起始筹码才5万，现在 flop 的底池都已经17000了。所以我也并不担心 flop 缺，因为我还是蛮有机会在后面2条街把它打完的。所以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 UTG 这边下注了一个10000，在一个17000的底池，它这个注非常的大，已经超过半池了。那我面对这个重注，我觉得我只能跟注，其他的选项都不可以，所以我选择跟注。转牌来了红心 K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 UTG 竟然在37000的底池下注了2万，然后我的后手其实总共也才29700，所以我觉得这边应该就直接推一推了，因为它任何有一点 equity 的牌应该都不会盖给我这个 all in， 因为只要再补9700嘛，所以最后我就 all in 了，然后 UTG 很快就跟住了。结果 UTG 打开了一个 KQO， 它现在有一个 Gasha，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可不可以顶住这个跑马吧。运气非常好，我们成功的顶住，收下了这个巨大的底池。下一手牌我在加3看到 QQ Raise 到1000，Low 券 High 券 Cut off 跟注。行动来到小盲的这位玩家，他3倍到3000。首先，小盲的这位玩家这场比赛打到现在，我觉得他一些下注尺度都还蛮好的。说实在，他这个3000真的有点太小了，所以我并不觉得他这一把牌很大。然后他的下家大盲又冷跟空降的这个3000，行动回到我决定在这边要 4倍回去。所以我想了一下，最后我决定 4倍到10000。如果小盲这边加回来的话，我是愿意用 QQ 跟他打完的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后面的所有玩家都弃牌了，所以我们很开心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我在加2看到了 JJ Raise 到1000，加3 Low 券大盲都跟注，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。翻牌来了12-5，两张红心。我还没动作的时候呢，大盲这边跳出来打了一个300。说实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这300的意思是什么，因为底池已经4200了。他这个是说他在买花呢，还是他有一张10有一个顶对呢？那我后面还有2位玩家，我不想这边只用跟注的，然后后面加一个很大，我就不知道我人在哪里了，所以我选择 raise 到2500，然后加3根 low 券弃牌，大盲继续选择跟注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一张梅花 Q， 大盲选择过牌，然后呢，我并不是太担心大盲有一些 Q 的范围，因为他有可能 flop dunk 的一些，例如说有一张10或有一个对子，我前面有一个人他用 middle pair 就 dunk 一个出来，然后不然就是买花买顺还是什么 anyway，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领先他这一些范围的，所以我想了一下，选择在9200的底池下注了6000，然后大盲弃牌了，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
下一手牌 Hijack Race 1000小盲跟注，我在大盲看到了 AQO。我观察了一下 Hijack 这位玩家，他在这一场比赛的 Open 频率，我觉得有一点高，再加上有一家冷跟，所以我想了一下，选择这边3倍到5500 Hijack 跟注小盲弃牌。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4JQ Rainbow。那这个翻牌不错，我们击中了一个 TPTK， 我选择在这边下了一个小注3500 Hijack 选择跟注，转牌来了一张黑桃2，那这边我觉得继续打或者是过牌都可以。那过牌有它的好处，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保护过牌的范围，然后如果对手在 flop 是一些例如说7788还是一些 flow 的，例如说 A 叉有后门花的一些可能性呢，那我们转牌一过牌，可能看起来就像是 AK miss， 那会不会让对手有一些炸胡的空间呢？所以我想了一想，我觉得我这边选择过牌来保护一下自己的过牌范围。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Hijack 这边选择下注了1万，大概半尺左右的一个注码。那我既然选择这个行动线，我就选择跟注了。合牌来了红心 K。然后我过牌了以后呢，Hijack 在这边 all in 了他后手的21400，现在底池已经39000了。虽然这张 K 让我有一点不舒服，因为它确实会有例如说 KQ 的可能性，但是因为我转牌过牌去示弱了，会不会对手有一些例如说转牌多了一个后门花，例如说他现在是 A5 黑桃之类的，或者是他7788觉得修档赢不了了，然后就想要直接炸胡到合牌了呢？我是这样想的，所以最后我有一点不舒服，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跟注了。在我跟注了以后呢，对手开了他的 QJ 梅花，也就是他在翻牌就击中了顶2对了。那对手打得非常好，我们输了这个底池。随着这手牌的结束，今天2个小时的限时锦标赛也告一段落了。总结一下成绩，我们今天在台中的 S King 参与一场3400的限时锦标赛。我们在开赛前完成报名，服务费半价，所以买入是3200，最后的结算奖金是3890。今天输最大的底池 AQ 那一手牌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合牌会跟注吗？或是你会选择其他的行动路线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这里是 Panda Poker，我们下次见。